零基础书法入门，请订阅本频道并点开小铃铛。请在 YouTube 搜寻 ADAHR。行书是楷书的流动写法，与楷书比较，行书从造型到用笔都有自己的特点特征，总结出了一些行书学习的路径和方法，其记对初学者有一定的裨益，主要表现在以下7个方面。第一，增加勾挑与牵丝。楷书书写要一笔一画，工工整整，行书则不然，是将点画连起来书写，即所谓相间流行，所以行书书写时，在点心之间自然地出现或增加了由于用笔带出来的勾挑与牵丝。所谓勾挑是在原来没有勾挑的点画上，行笔时顺势写出来短勾；所谓牵丝，则是在前后或上下笔本不相连的点画之间，顺笔时带出来细细的牵丝。在行书的点画之间有了勾挑与牵丝，则显得笔势流动通畅和谐，意态自然，给人一种生机勃勃的感觉。注意，勾挑与牵丝不能使用太多太弱，用多了到处都是勾挑与细牵丝，显得用笔不干净利索，造型不美观；太弱了，勾角如肉流，细丝如棉线，显得软弱无力，缺乏铁画银钩之健美。第二，以圆转带方折。楷书转折处多为方折，而行书转折处多采用草书圆转的写法，所以行书才显得笔势流畅。但需注意，行书的圆转中隐含着折意，写时仍需要入笔提按，否则圆润而无力，缺乏方圆兼备，方中有圆，圆中有方之妙趣。第三，改变书写笔顺。笔顺是小学老师必强调注意的，这确实是很重要，特别是楷书。然而在行书中，有时有意识地改变楷书的书写笔顺，而采用草书的笔顺，其目的是便于书写，同时也是为了造型的变化多姿。注意，一般的说，行书写法也足先上后下，先左后右，先内后外，但有时却反其道而行之，倒也别有风趣，如风字、国字等。但也必须注意，改变书写笔顺一定要因势利导，要合乎草书的规范，且不宜多，偶见则收，方能成趣。如果滥用成灾，使人乏味，就失败了。第四，用笔灵活。行书比楷书用笔灵活多变，同样的点画可以这样写，可以那样写，不受约束，一般是回锋收笔而出。但如果钩端由上翻笔而下也可以，又如木字旁，一般是写好横画于竖画后，笔势总是从左边带出撇挑，但从右边挑笔而上，然后顺笔就是写出撇挑，也有道理，如阳字。第五，起笔路锋入纸。楷书无论是点、横还是撇、捺，都强调简锋为主，而在行书中起笔处以路锋入纸为多，因为路锋入纸书写起来比较简洁方便，自然流畅。例如生字的左竖，红字的撇画，以及工字横画的起笔，和字三点水的侧点等，都是路锋入纸。然而必须说明的是，上面所说的字虽然都是路锋入纸，但不是随便的顺风搭下一写，而是仍要逆风，只是这个逆风是要求凌空取势及抢风。不理解这一点，就会犯落笔间隙软弱的毛病。注意，路锋入纸取势要求要快，写出字来笔意就生动活泼，而藏风取势较慢，笔意含蓄凝重。这两种写法各有所长，我们书写时相互结合参用，这样可以各得其所，相得益彰。一般说，
行书开头的起笔往往是陆锋入纸，而以下的成笔处则多数是藏锋用笔。第六，以点代替其他笔画。为书写简便敏捷，行书常常以点来代替其他笔画，以短小的点代替其他较长的笔画，可以使字的结构形态发生变化，造型更为别致。如将金字、影字中的小字改写为3点，则更敏捷，字形发生了变化，就显得饶有趣味。又如大字将内笔写成侧点来表示，这样书写起来简洁流畅，造型也显得精悍朴实，就别具风味。第七，体态多变。行书是介于楷书与草书之间的一种兼工代写的字体，它的使用范围很广，表现力丰富，常常一个字有几种写法，体态多变，姿态各异。如是字有4种写法，4个姿态，结尾收笔各有不同，有收有放，一工一草。再如鹰、落、草、钿、花，同是草字头，但写法各不相同，生动活泼，耐人寻味。如果同样的字，或是字头字尾相同的字，写得千篇一律，没有变化，使人看了乏味，那就不成其为书法。体态多变是行书一个长处，这是楷书和草书难以相比的。体态多变的典范，要算是王羲之的《兰亭序》中的纸字，有20个之多，但写的各具形态，无一雷同，极尽变化之能事。宋代著名书法家米芾对此曾叹为：之字最多无一似，可见行书变化之妙趣。零基础书法入门，全部免费书法教学视频，连结在描述栏，请订阅本频道并点开小铃铛，接收全部影片更新通知，即可观看新出炉的影片。请在 YouTube 搜寻 ADAHR